大家好呀，我是米妈。今天呢，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一款迷你玫瑰的一个做法。它可以这样子单支的组装起来，你可以呢在花束中做点缀的作用，或者呢是把它呢用多支的这样子的玫瑰给它全部这样组装在一起，做成一个多头玫瑰也是可以的。我们前面的钩法都是一模一样的。我们分为这个呢是我们的花萼，然后叶子，然后呢就是一个花朵这样子的3部分的组成。好嘞，就是有基础的朋友的话，大家可以截图一下，看一下哦，在这里这个位置，大家截图一下。好，我们开始吧。我们看一下，我们现在的话呢，首先要钩织的是。我们首先呢要钩织这个花朵的部分，花朵部分的话呢，拿出我们就是想要勾颜色的线来，随意的颜色线，勾好之后是这个样子。我们看一下，就是这样子一片。这个呢是很迷你、很简单的，我钩织的慢一点，新手朋友的话呢都能跟着我能学会它。好，先呢打一个活结，把这根线放在长线的上方，这根短的线呢，从这个圈里面给它穿过来，这样子呢就挡成了一个活结。把钩针呢穿过去，收紧线圈。大家收到的话呢是一个双头的钩针，我们用粗的这一头钩织就好了。我用的话呢还是用可钩来演示了。好嘞，这一针呢是不算针数的，我们一共要钩上23个变针。给它给它拉紧一点。我们看一下这钩针上的这个线圈呢，要比钩针这个比它要稍微有个小空隙在。好，我们钩针放在线的靠近我们身体的方向，绕线，钩针头往下压，这样子往下的拉过这个线圈，这样子拉过来，拉过来。这样子算是一个变针呢就完成了。我们钩织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根手不要太用力的往外绷。如果你太用力往外绷的时候，我们尝试一下钩针上这里没间隙的时候，你拉线的时候，你这样子是拉不过来的。好，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新手朋友，我们就让它这样子固定在这里，不要再往外拉了，就让它这样子直直的状态就好了。然后钩针稍稍往上提一下，让这里有一个间隙，稍稍有一个间隙，然后再钩针绕线，拉过来，这样子就可以了。好嘞，我们继续往下，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这样子一共是23个变针。这个玫瑰呢是很迷你的，你做习惯了之后，可能几分钟一朵呢就做好了。好，我们看一下，在倒数第4针开始往回钩。我们看一下针数线的话，入针位置，钩针对下来，这个呢算是倒数第1针，这是倒数第2针，这半条线的过来，这是倒数第3针，这个呢是倒数第4针。我们在这里看到没有？就是在这个位置，倒数第4针这里，我们呢在这里往回钩。好，我们开始钩织吧。钩长针，钩针绕线，钩针刚才说的这个半根线这里穿过来，就倒数第4针这个位置，钩针绕线。我们拉的时候都要注意钩针头往下压，这样子给它拉过来，左手这里可以捏住这个位置，钩针稍稍往上提一下，这里有3个线圈，绕线，
钩针头都是这样往下压，拉过前面2个线圈，还剩下2个线圈，绕线，一次性拉过来，这样子一个长针呢就钩好了。一个长针钩好之后，这里的话呢，你不用钩，不用给它扣系腰扣，没关系。这里的话呢，都是一个简单的，我们就直接往下钩就可以了。好，然后第2针这里还是在同一个针目这里再钩长针，我们要在这里钩上3个长针，一个长针钩好了，钩针绕线穿进去，钩针把线拉过来，有3个线圈，绕线拉过前面2个线圈，还剩下2个线圈，绕线一次性拉过。大家可能发现我们在钩织过程中，这个线呢这样子有散开的现象，这个很正常的。我们这个线呢是由4股组成的，钩织的时候全部把它钩过来就可以了。好，然后在同一个针目这里再钩一个长针，绕线穿进去，钩针把线拉过来，这样子有3个线圈了，绕线拉过前面2个线圈，还剩下2个线圈，绕线一次性拉过来，这样子在同一个针目3个长针呢就钩好了。然后我们在下一个针目钩一个短针，就是接下去的这半根线这里钩一个短针。短针的钩法，我们直接呢这个钩针这样穿过来，穿过来之后呢，把这个线呢这样拉过来，钩针上有2个线圈了，2个线圈了之后的话呢，我们看一下，钩针绕线，钩针头都是往下压，这样拉过来，这样子短针呢就完成了。然后我们现在是这样，一个针目里面钩3个长针，下一个针目钩一个短针，这样一组呢就完成了。我们开始钩下一组。下一组的话呢，我们是要跳过一个针目不钩，就是说这个针目呢是不钩的，我们入针位置是在这里，这样子跳过这个针目不钩，我们要在这里入针的。好，绕线，在这里钩织3个长针，要记得要所有的线圈呢都穿过来，没穿过来我们这样重新给它这样拉一下就可以了。一个长针，同一个针目，第2个长针，在同一个针目，第3个长针，第3个长针钩好之后呢，在下一个针目钩一个短针，就是在这里钩上一个短针。好，这样子我们第2组花瓣的话呢也钩好了。好，我们接着往下钩织，然后同样的方法跳过这一针不钩，我们入针位置呢是在这里，在这个针目，在这个针目呢钩上3个长针，这样半根线这里穿过来，3个长针，1、2、3个长针，然后在相邻针目这里钩一个短针。好了，我们现在第3组的花瓣呢就做好了。我们按照这样子的规律，把剩余的自己把它完成，就是跳一针不钩，在同一个针目3个长针，然后下一个针目一个短针，按照这样子的规律把它钩下来哦。好，我们钩下来还剩下最后一组。如果大家钩下来发现还剩下最后3针的话，我们钩下来的针目呢就是对的。假如说大家钩到这里的时候发现，我们错开一针了，比如说还剩下4针的时候怎么办？也没关系，我们呢跳过一针，然后在这里的话呢，给它钩3个长针，然后再跳过一针，在最后一针钩一个短针就好了。如果这里还剩下这样子2个短针怎么办呢？也没有关系，我们呢可以再跳过一针，
在这个位置给它呢钩织3个长针，然后在同一个位置的钩好之后，在这的同一个位置呢再钩一个短针就可以了，没关系哈。如果我们还剩下这样子1针、2针、3针，当然是刚刚好，是最好的。我是告诉大家，万一你多了1针或者少1针，怎么样的一个处理的一个办法。好嘞，好，我们开始最后一组。就是你这里万一错针错了之后，你不用拆掉，没关系哈，最后的效果一样就可以了，大家就不用太纠结，没事的哈。一个长针，两个长针，三个长针钩好，然后在最后一个针目这里，钩上一个短针，在这里钩上一个短针，在这里钩上一个短针，然后我们注意一下，待会儿回来钩的针目呢是钩在，我们看一下，这个呢是短针对上来的这个针目，等下回来的时候是钩在长针回来的这个针目这里，第一针是录在这里的。大家呢注意一下，你可以看一下，我们刚才短针不是就是钩针对下来，这个是短针对吧？然后呢钩针就是刚才长针这里就是这样子，第一圈这个倒数第2针，等下我们往回钩的这个第一针是在这里的，大家可以看一下记号扣有没有给它扣起来，我这里记号扣我就不知道在哪里了，我就用这个针给标注一下好了，没事。然后立2个辫指针作为起立针，钩针绕线拉过来1、2，拉过来之后给它这样翻过来的第一针就是钩织的这个第一针的话呢，就是我刚刚这样子针标注的地方。大家如果没有标注的话怎么看？我们看一下，就是刚刚这一针就是我们刚开始的这一针呢，这里这一针是不钩的，是钩在这里，这样子也能看得到，就是在这里是第一针，我们针数就是我们入针的位置弄对了之后，接下去呢钩织就简单了，因为都无非是长针跟短针。好，在这里钩上一个长针，钩针绕线。入针看一下，就是要整个针目都穿透，这样子整个 U 型呢全部都穿透的。要在这里钩上一个长针，钩好之后，然后在下一个针目这里，就是这个位置，在这里的话呢，钩长针的加针，也就是说在这个针目里面要钩上2个长针，绕线。一个长针，然后在同一个针目进去，再钩上一个长针，在下一个针目一个长针，在下一个针目也要2根线都要这样一起都穿透的，一个长针。然后呢，在上一排的短针处，这个短针处在这里钩一个引拔。我们要2个辫子针钩下去，再进行一个引拔，这样子钩一个辫子针，2个辫子针，2个辫子针钩好之后，然后呢，再下一个就是上一个，我们看一下上一排的短针处，就是上一个我们的花组之间的那个短针的这个位置，给它钩一个引拔。好嘞，这样子的话呢，这样一组呢就完成了。我们开始钩织第2组，先钩2个辫子针作为起立针，1、2。然后呢，我们钩织的位置的话呢，就是上一排这里不是有3个长针嘛？就是你看我们这里1个、2个、3个长针，依次在长针上方的位置呢，钩一个长针，一个长针的加针，再一个长针，然后在这个花朵之间的
这个短针处呢，就是勾2个变针作为过渡之后的勾引拔，这样子组成就可以了。好，我们在这里这个针目上面勾上一个长针，然后再下一个针目，都要这样子整个都穿透，大家注意一下，都要整个针目都穿透。在这里勾长针的加针，也就是说在中间的就这里要连着勾2个长针，在下一个针目勾一个长针，再2个辫子针，引拔到下一个针目，在这里做引拔，这样第2组呢就勾好了。好，我们开始勾第3组，2个辫子针，然后就这样子一个长针，下一个针目长针的加针，再下一个针目长针，再2个辫子针，引拔到下一个针目，再继续2个辫子针。好，我们可以把它完成好了，这里就不跳过了。我速度呢可能稍微，大家就会的话就自行完成它好了。它就这个呢就是一个重复的一个动作，方法都是一样的。大家就现在就不用看我了，你就自顾自的完成就好了，跟之前这样子一样，就是跟我们前面一样的，这样子一组一组的勾下来就好了。其实勾这个的话，我觉得还是比较简单的，因为我之前就是你之前的这2组花型，就是我讲仔细了，你听清楚了，然后勾下来就可以了，这些都是一个重复的一个动作，是很简单的，就不用讲好了，大家就完成自己手里的那个就好嘞。好，最后一组了，2个辫子针，下一个针目一个长针，再下一个针目长针加针，就是一个针目里面勾上2个长针，然后再下一个针目勾上一个长针，再2个辫子针，1、2，然后引拔的话呢，我们看一下，一般我们会引拔到这个位置，当然也没关系，我们也可以呢把它引拔到第1针的下面，引拔到最下面，这样子的话呢，我们这里的圆弧呢就是等一下我们做花朵的时候，这里的圆弧呢可能会更好看。当然你引拔按照正常引拔在这里也没错，就引拔在这里也没错，但是呢我们可以把它引拔到最后这1针，没关系啦，看自己喜欢了无所谓，找一个位置引拔就好了。好，拉过来，这样子钩针上呢有2个线圈了，对不对？钩针头往下压，前面的线圈继续拉过钩针上的线圈，这个引拔针呢就勾好了，然后勾一个锁针固定，钩针绕线拉过来，把线呢剪断它，不用留长线，就是这样子简单的线剪断它就可以了。剪断之后的话呢，我们拿出缝合针来，我们可以做1朵的时候呢，把这个线头都给它长起来，把线头给它长起来。我们看一下这里的话我们看最后一排这个长针，就是你看一看比较好看的这一面，我们当正面，然后就是你看起来就是这里这个针目不太明显的这个作为反面，然后我们把它长到这个反面来，就是沿着这个
纹路稍稍长一下就可以了。这里给它手捏住这里，给它这样拉一下。好，这样子就长线长好了。长好之后的话呢，我们把它剪断。好，另外一边呢也一样，给它长线长一下，也把它呢藏到织物的反面来。我们就是看一下，就是这个呢，感觉这个纹路比较好看这一点作为正面，然后这个呢作为反面。作为反面的话，我们就把它藏到反面，看最后一排。好，这样子，它拉过来，手捏紧这里，然后给它拉一下，剪断它。这样子的话呢，我们的这个迷你的玫瑰花的花瓣呢就做好了，小巧，很可爱。好嘞，做好放边上备用。我们接下去呢就介绍一下这个花萼的一个做法。大家看一下我们做好的花萼，这样子在后半部分。好嘞，这样子的环形起针。跟我们的花朵的钩的起针方法稍稍有一点点不一样。我们这根短的线，拿起这根短的线，先这样子短的线放在我们这个轴手的上方，绕过小拇指，这样绕过来。绕过来之后呢，稍稍往上这样拉一下，然后呢再绕过这3个手指，从这个食指上面绕过来，就这样子。好，手这样子捏住，然后我们可以把钩针呢，这样子跟手这样捏住，这样子起针的话呢，新手朋友比较容易。然后这根线绕我们身体的方向，就是靠近我们自己身体方向，这样子绕一圈。这里呢，不就是有2根线了吗？我们这手呢，一直要捏住这2根线。好嘞，我们把钩针呢这样子给它拿出来，可以在这里一个活动。同样的，这个手上的这根线不要绷太紧，不要往外拉，就让它这样保持它的这个状态就可以了。这个线的话，你就这样弹的话，弹一下它下来，弹一下它过来，然后你可以这样，就不要往外绷的那种感觉就好了。好，钩针往下压，这个里面有个线圈了，对吧？然后拉过这个线圈，拉过来之后再钩一个变指针作为起立针，把这个稍稍往上提一下，你可以更好钩一点。钩针绕线，拉过这个线圈，这样子更好钩一点点，然后把这个线圈呢稍稍留大一点点，这样子稍稍留大一点点。好嘞，我们开始钩织，一共呢要在这一针呢是不算针数的，我们要在这里钩5个短针，钩针穿过去，绕线，钩针头往下压，拉过来。这个时候呢，钩针上有2个线圈了，绕线，一次性拉过这2个线圈，然后我们可以在第1针的位置，就是我们刚刚钩织的这第1针位置，也就是呢我们钩针对下来的这个 U 型里面呢，给它扣上一个记号扣。我们找一个记号扣来，找到了，在这里给它扣上一个记号扣，这样子。好嘞，这样一个短针呢就钩好了。我们依然这个环穿进去，钩针绕线，稍稍往上提，这个钩针线圈可以稍稍大一点，你可能更好钩一点。2，绕线拉过来，稍稍往上提，让每一针呢都保持在同一个高度。3，继续往上提，保持同一个高度。4，继续稍稍往上提，绕线拉过来。5，这样子5个短针就钩好了。我们看一下，这样5个短针呢就钩好了。记号扣这里开始是第1针，1、2、3、4、5，然后我们看这里不是有一个线圈呢？我们把这个线圈呢从这个环里面穿到我们自己身体的方向，这样穿过来，
不用剪断它，就这样子搓过来给它拉。这个你现在也不用给它拉的特别紧也没关系，就拉过来就把这个线圈收掉就好了。然后这根线不用管它，跟我们刚刚扣系腰扣这个位置做一个引拔连接，就是这个扣系腰扣这个位置，大家你注意一下，就是这个位置，就是你扣系腰扣的这个位置。你可以把这个系腰扣拿下来，然后在这里做一个引拔连接。好嘞，记住它哦。我要拔掉了。扣系腰扣这个位置进去，我们这样子穿过去，在这里要做一个引拔连接，拉过来，钩针把线这样拉过来，拉过来之后，钩针上有2个线圈了，对吧？然后钩针头往下压，前面的线圈继续拉过后面的线圈。这个就是引拔针的一个钩法，好，这个线圈给它拉紧，好，给它拉回来，钩上一个辫子针作为起立针，钩针绕线拉过来。好，我们看一下，现在的话呢，这个线圈呢稍稍让它变大一点，钩针上的线圈，然后我们在刚刚引拔的这个位置呢，给它钩短针，这一针是不算针数的，钩了短针才算哦。插进去，钩针把线拉过来，拉过来之后稍稍往上这样提一下，这样第一个短针呢就钩好了。第一个短针钩好之后，我们依然在这里扣上一个系腰扣，这个呢等一下最后引拔的时候有用到它。好，第2圈全部钩加针，也就是说在我们钩了一个短针的位置这里再进去再钩一个短针，也就是说在第1圈的每个针眼里面呢，我们都钩上2个短针，这样子就形成了加针。第2圈钩完一共是10针，好，加针完成了。然后下一个针目的入针位置，就是下一针这里，我们要2根线一起穿透的，看到没有？这边下去就这个洞眼里面这样进去。从上面看的话是2根线的，从这边看的话呢是这边的洞眼。好。一个短针，在同一个针目再进去，再钩一个短针，形成加针。好，下一组，加针，第3组了。好，再来下一组了。第4组加针，最后一组。第2圈钩好，一共是10针，大家可以看一个 U 型1针，可以自己数一下。钩好之后，跟第1针做一个引拔连接，大家可能发现，就钩到最后的时候，发现好像跟这个扣系腰扣这里有一个小开口，看起来的话，这个引拔针、这个起立针好像还有2针的感觉似的。这个呢，大家不要管它，忽略它，这个呢都不算针数的，我们直接呢跟记号扣这里做一个引拔连接就可以了，直接在这里做一个引拔连接。好，穿进去，钩针把线拉过来，钩针上呢有2个线圈，钩针头再继续往下压，拉过前面的线圈。好，我们把它拉紧，把它拉紧，这个呢是不算针数的，我们就给它直接这样拉紧就可以了。好啦，我们再继续可以钩那个花萼的萼片了。萼片的话呢是5组。好，先钩5个辫子针，这个稍稍我们也是保持一个正常的一个状态，比这个线圈稍稍大一点就好了。好，1个辫子针，2个辫子针，3、4、5。5个辫子针钩好之后，然后再倒数第2针，我们看一下，这个呢是倒数第1针，然后这个是倒数第2针，在这里，在倒数第2针这里开始往回钩，这里钩一个引拔针，穿过去，钩针把线拉过来，钩针上有2个线圈，然后你数捏住这里前面的线圈，钩针头往下压，拉过后面的线圈，你这样钩针头往下压，这样子拉过来就
引拔针就钩好了。然后下一针还是一个引拔针，入针位置的话呢，就是下一个变针这里穿进去，钩针把线拉过来，手呢这样子捏住这里，然后钩针头这样子往下压，这样拉过来，第二个引拔针呢就钩好了。下一针呢是一个短针，这个针目穿过去，一个短针，再下一针是一个中长针。下一针的位置的话呢，就是这半根线这里，最后这半根线这里。好，中长针，钩针绕线穿进去，钩针把线拉过来，稍稍往上提，让它保持在同一个高度，然后再绕线，钩针头依旧往下拉，一次性拉过这所有的线圈，这个就是中长针的一个钩法。然后呢，我们看一下引拔的位置。哦，我的针掉下去了，没事，我随便找一个给大家能演示的就好。我们这里的话呢，就是我们刚刚的就是入针的位置。这个呢是下一针，然后跳过这一针不钩，我们引拔到下一针目。我们看一下，第一针是引拔到这里，就是这个入针位置，这个是就是它这一针嘛，然后这个是下一个针目，然后引拔到就跳过这一个针目不钩，引拔在这个位置，引拔到这个位置就跳过一针是不钩的，在下一针引拔。好，这样子一个2片呢就做好了。我们继续下一个，先钩5个辫子针，1、2、3、4、5，在倒数第2针开始，这里是倒数第2针开始，这里开始引拔，在下针继续引拔，在下一针一个短针，在下一针一个中长针，跳过一针不钩，引拔到就这一针不钩，跳过一针，在下一针这里做引拔。好，第2组呢就钩好了，开始第3组，我们就一起完成它好了。1、2、3、4、5，倒数第2针开始，一个引拔，下一针再引拔，下一针短针，再下一针中长针，跳过一针不钩，下一针引拔。3组了，继续1、2、3、4、5，倒数第2针一个引拔，下一针引拔，下一针短针，下一针中长针，稍稍往上拉一下，这样子。好，再跳过一针不钩，引拔到下一针，这样子。好，最后一组嘞，5个辫针，1、2、3、4、5，倒数第2针一个引拔，下一针第2个引拔，然后再下一针短针，再下一针中长针，然后最后的时候我们看一下引拔的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哈，找一下我掉在地上的针哪里去了。好嘞，我们看跳过这一针不钩，引拔到我们刚刚开始，看一下刚刚开始起针这里，这个针眼是有点难戳的，就是跟第一个2片连接的这个位置，引拔在这里就好了，也没关系了，大家你自己找找看吧，反正就是在这个2片的第一个2片的这个2角任意找一个位置就好了。你自己任意的这样子找一个位置给它戳进去，给它做引拔，
拉过来，这里有2根线了，前面的线继续拉过后面的线，这样勾引拔就可以了。然后你这里的话，你可以给它这样稍稍拉紧也可以，让它呢就是保持在所有的萼片保持在同一个高度。好，钩针绕线拉过来，钩一个锁针固定，然后呢把线呢不用留长线，就给它剪断就好了。然后呢拿出我们的缝合针来，我们把它呢把这个小线头就直接给它处理掉就好了。刚开始的这根线不要管它，有用的就留着，就是最后结束的这根线给它长到这个反面长一下，拉了之后给它这样拉一下，拉一下的时候，然后在反面的时候呢，你就任意的找位置哦，任意的找位置就可以了，就任意的这样子位置找一下，给它收线收一下，拉一下收一下，剪断它。这样子的话呢，我们的这个萼片的话呢就做好了。好，继续放边上备用。接下去我们就钩织这个叶片了。这个叶片的话呢，我们首先把细铁丝呢拿出来。大家如果收到我这个定制的这个就是这么长的一个细铁丝的话呢，我们要把它这样子从中间给它剪断就可以了。这样子的长度就够了。大概呢就30厘米这样子的一个长度就够啦。如果是另外一种本身就是30差不多厘米的话呢，就不用剪断，直接用就好嘞。好，我们把细铁丝放边上备用，拿出我们绿色颜色的线来，然后不同的颜色的话，你看我这个就是深色的话，我配的绿的颜色的话呢，也会用比较深的绿色来配它，然后我们浅的话呢，会用浅的来配。好，大家呢会根据自己的喜欢，或者有材料包的话呢，根据材料包来直接钩织就可以了。好啦，还是辫子针起针，先打一个活结，还记得吗？跟我们花朵一样，先打这样子，打一个活结，钩针呢这样穿过来，稍稍手掸一下，比这个钩针头这里的话稍稍大一点就好了。然后绕线，绕过小拇指，再绕过这3个手指。捏住它，这样子的话呢，辫子针，这个是不算辫子针的，我们要起10个辫子针，钩针绕线，拉过来，1、2、3、4、5、6、7、8、9、10个辫针，10个辫针钩好之后呢，拿出我们的细铁丝，剪好的细铁丝这样拿过来，然后给它折起来。你不用对，就是我们折的时候呢，不要对半折，就是大概在1/3处这样子折就差不多了，这样子折起来。好，把它呢这样子垮在这个上方，就是这样子垮在这个上方，套上去，就任意的放在钩身跟这个线这样子直接这样放上来就可以了。好，我们在倒数第2针这里开始往回钩，看一下针摸还是看一下，这个呢是倒数的第1针，倒数第2针是在这里，倒数第2针这里开始先钩一个短针，在这里钩一个短针，然后把这个铁丝的话呢就一起跟这个线圈一起钩进来就好了。一个短针钩好之后，可以呢在第1针的位置呢，我们给它交扣呢给它扣起来，交扣在这里给它扣上一个记号扣，这里。好，在倒数第1针倒数第2针钩好之后，然后依次的在这半根线上面呢，给它这样子依次的给它往回钩就好嘞。下一针一个中长针穿进去，钩针把线拉过来，稍稍这样子，比短针呢，中长针比短针呢稍微高一点，比长针呢稍微矮一点。好，有3个线圈了，绕线一次性拉过这3个线圈。好，接下去呢，在下面
的4个针目里面依次勾一个长针就好了。绕线，下一个针目勾长针，有3个线圈，绕线拉过前面2个线圈，还剩2个线圈，绕线一次性拉过一个长针。好，下一个针目再长针，第2个长针。好，再下一个针目。第3个长针，再下一个针目，第4个长针，然后接下去在2个针目里面勾中长针。好，下一个针目勾中长针，稍稍往上提，中长针的高度呢比长针稍微矮一点，比短针呢稍微高一点。好，一个中长针，然后呢再下一个针目一个中长针。这样子，我们可以在中长针的另外这一边的话呢，系腰扣呢给它再扣一个。这里扣上系腰扣的话呢，就是我们等下往回勾的第1针，这里给它扣上一个系腰扣。这里扣上的话呢，等一下我们往回勾的这个位置呢比较容易找到。好啦，现在是顶端的位置了，就是我们起辫子针的第1针，这个就是一个顶端的一个位置了。然后这里的话要勾一组。顶端的位置在这里，先勾一个短针，钩针绕线，把线拉过来，一个再绕线拉过来，一个短针，短针勾好之后勾一个狗牙针，这个狗牙针是由一个辫子针组成就可以了。好，钩针绕线拉过来，一个辫子针，勾好之后的话呢，我们再看一下，就是在这2根线上面这样子。这2根线上面勾一个引拔，这样就形成了一个狗牙。这样子穿过去，再穿过去，在这2根线这里穿过去，钩针把线拉过来，拉过来之后，钩针2个线圈手捏住这里前面的线圈，继续拉过后面的线圈，这个就是在这里勾一个狗牙针。这样拉过来之后呢，这个狗牙针就勾好了。勾好之后的话呢，然后再同一个针目，也就是在顶端的位置，再勾上一个短针，再勾上一个短针。这样子的话呢，我们的尖尖角这里呢就勾好了。勾好之后的话，顶端这里不是勾完了，我们放到这个位置，给它把这个线圈给它这样压过来，压平两边这样子，然后勾到另外一边了。好，我们继续把这根线跟细铁丝一起呢勾到里面去，两边是一个对称的。第1针的入针位置呢，就是我们扣系腰扣这个位置，在这里呢勾中长针，系腰扣这个位置，你这样扣上的话呢，就会更容易找到它，不然的话，你这个位置感觉就好像糊糊的一片，你就不知道在哪里入针了。我们刚刚扣上系腰扣，这里就很容易找到它了。你也可以呢，就是这个位置，你也可以看一下，就是刚刚钩织的这个中长针对过来勾中长针，这个中长针对过来，在这里把那边所有都勾过来，勾中长针，这边长针对过来勾长针，这样一对应的勾过来就可以了。好，线圈穿回来，好嘞，绕线，我们这位置勾一个中长针。把这根线跟细铁丝一起全部都勾进去。好，下一个针目依次依然是中长针，再下一个针目是长针，再下一个针目再长针。第2个长针了，好，再下一个针目长针，往回勾还是4个长针，再下一个针目再长针，四个长针勾好之后，下一个针目是中长针，两边呢是对称的。再下一个针目是短针。
勾好了，然后这里往回勾，全部都勾好了，然后把这根线的话就放在吸铁石这里一起，然后我们这根线跟第一针这里，从吸铁石的后方哈，就这样子给它第一针这里做一个引拔，拉过来，有2根线，前面的线继续拉过后面的线，好，这里拉紧，勾一个锁针固定，把线剪断。这根线的话呢，20-30公分差不多。到时候大家根据自己的喜欢可以自行调节好了，没关系。好，然后呢，这根短的线手捏住这里，给它拉一下，往下拉一下，然后呢，把它剪断。然后这个叶子的形状，如果这里太分开的话呢，你可以让吸铁石这里稍稍的捏一下，然后整理一下叶子的形状，整理到你自己满意的一个状态就可以了。这样子，好了，叶子的话呢就做好了，我们放边上备用哦。好，我们最后进行一个组装啦，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一款的话，你可以把它这样组装成一个多头的玫瑰，或者是这样子单支的。好，我们首先的话呢是这样子，先把花朵跟花萼进行一个固定，这一步骤的话呢都是一样的。我们拿出我们钩织的来，大家看一下正反面。怎么样确定哈？我们看上面这里，这里的话呢，就是有一点纹路不清晰的是反面，然后纹路清晰的是正面，或者是你看变针这样子，这边变针清晰的这个作为正面，这边看不到的作为反面就好了。我们呢，首先在这里的话呢，给它这样子，给它往反面的方向给它稍稍这样固定一下。这个样子，好，反面朝上，正面朝下，给它这样子放着。放着之后的话呢，拿出我们定制的这个吸铁石就可以了，这个不用花杆。这边对齐，这边对齐，然后呢，给它在上面稍稍的拧一下。这个吸铁石是刚刚恰到好处的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就是它的柔软性跟它的那个支撑力是刚刚好，这样子。好，然后我们在这里的时候的话呢，大家有胶枪的话呢，你可以在之前的话，我们这个胶枪拿出来的时候，这个是关掉，这个是开起来，把胶枪先预热一下，可以用的时候可以了。如果没有胶枪的话呢，我们就用打火机烧胶棒。胶棒的话有配送的，打火机需要您自备，然后家里有胶枪直接用胶枪，打火机的话呢，就是您这样子给它用蓝色的火焰烧，烧了之后的话呢，然后在这里涂抹，涂抹好了之后，然后在这个方向就是我们反面朝上了嘛，已经给它这样子捏过来，给它这样子捏一下，就是这样子，让它呢稍稍的先固定住。然后有胶枪的话，我们就最好玫瑰花的话呢，用胶枪的话，它用到的比较多，我是比较喜欢用胶枪的。然后我们反面朝上，然后在这里打上一圈的胶，没有那个，如果说没有胶枪的话呢，就一边烧，然后一边在这里涂抹上去好了。涂抹它就是用烧的话呢，可能它就没有溶解的那么多，你就弄一点卷一点，弄一点卷一点好了。好，胶枪的话呢，我们溶解好之后的话呢，我们就在这里，在底部这样子一边挤，这样子绕一圈，也不需要弄得太多，反正是你这样子就挤，这样子一圈，这样子挤出来就好了。然后胶枪放边上，这样挤好之后，我们看一下，把它放到这里，然后我们这样子旋转。大家注意一下，这个的话呢，我们看上半部分，就是上面要卷的好看，这样子卷的好看，下面不用管它。
就是你这样子卷过来之后，你这里现在还是可以稍稍调整的，就是这样子高度啊，它的状态是可以稍稍调整的。然后调整好了之后，然后你给它就稍稍的这样底部给它捏一下，这样子的话呢，它的花朵的形状的话呢就固定住了，这样子就固定住了。大家这个多练习一下，这个花卷的好看，就是我们要看一下上半部分的话基本上齐平，然后下面的话你就不用管它都没关系，就是上面的话就是给它这样子弄到自己满意的这样子花朵的一个状态就可以了。好，这里做好之后的话呢，拿出我们的花萼来。花萼的话呢，从这个就是我们看一下，就是正面是朝外的，从反面中心部分这样子穿过来，刚好反面的话，这里也是中心位置，这样子穿过来之后，然后我们把胶呢挡在哪里？挡在这个底部的位置，这样子底部的位置给它挡一圈就好了，不要涂太多哈，就在铁丝的周围涂就好了，千万记得不要把胶弄得到处都是。然后这个花朵的话呢，就是不要把胶弄到花朵外面去。然后这个我们看一下这个花萼片，最好呢把这个呢稍稍给它挡住一下，没挡住也没关系啦，无所谓。然后这样子给它再固定一下下。好，这个固定好了之后，然后我们这里的话都是微微翘的，对吧？我们要再看一下这个花萼挡的方向，不要在上面这里挡，就是我们要把它这个胶挡在这个就是底部的1/3处这个位置，就是我们大概呢钩短针跟中长针之间的位置，不要挡上面。挡上面的话呢，这个胶水容易溢出来，不好看。我们要挡在这里，稍稍点一点就够了。就在这里，就在这个位置，稍稍点一点，这样子，你稍稍点一点，就轻轻的打一下，点一下，轻轻的打一下，点一下。你可以这样子两个来，不然的话，你这样子打了之后，给它捏一下，稍稍干了之后，大概心里默数10下就差不多了。好，等它干了之后呢，我们接下去把这3个给它做掉。就是在这个底部的，就是这个根部稍稍这样翻下来，这个底部的位置这样子，就这位置稍稍点一点，再稍稍点一点，再稍稍点一点，不要点太多，千万记得不要点太多，把胶呢露到那个花朵外面去，这样不好看，一定要记住。我们做的花要精致。把胶呢露到外面去的话呢，整体的效果观感的话呢就差很多了。好嘞，这样子的话呢，我们这个花等它做好之后，你稍稍的就是也可以调整一下它的那个角度。这样子的话，我们这个迷你的玫瑰跟它的连接呢就做好了。如果做多图的话呢，你可以把这些就是这个步骤的话呢，你把它全部都做起来，就是你给它这样子。很多的都是给它这样子先做起来，这一步做起来之后，然后我们的叶子了，如果是我们这样子单根的，我现在的话呢就是一起介绍了，把胶箱可以先关掉，一起介绍了，我给它一起介绍了。叶子的话，单个的话，叶子的话呢，我们就是这样子缠绕。我们拿出一个叶子来，这个我们之前的。单枝的话呢，叶子你不需要，就是这个线的话呢，就不用留太长，没关系。大家钩织的时候就根据自己的需要，然后呢就这样依次的绕下来，这样子依次的绕下来就可以了。就这样依次的绕下来。然后呢，把这里不是有个吸铁是我们等一下呢把它绕了之后呢，把它就夹在这里就好了，把这根线夹在这里就好了。然后这里的长度根据自己的喜欢都没关系，短一点长一点都无所谓。
如果你感觉这里不够长，这里又没有了的话怎么办哈？假如说我想要让它绕得更长一点，这里不能夹了，然后我这样子继续往下绕，我想要这个叶柄长一点怎么办？然后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拿出那个胶枪、胶棒来，这里稍稍的打一点胶，我这个还有点在，然后呢，就是给它这样子。好，等它干了之后的话呢，这里剪断，这样子的话，然后这样子也可以，好吧？好，这个叶子的话呢，就是这个单片的，就这样子组装，然后是我现在呢给大家就一起讲解了，然后我们是多图的话呢，我有一片叶子的话呢，单片的叶子的话，这个是没关系，就这样子放好边上，还有一片我是把两片呢是放在一起的，这两片。好，另外一片我们这样子装好的一片放边上，跟刚刚一样，然后另外一片就是我要把它组装在一起。好。往下绕的时候呢是一样的，我就继续这样子往下绕，然后把另外一片呢就是放在一起好了。然后就是距离啊、长度啊，或者是角度啊，根据自己的喜欢来好了，没关系啊，无所谓，都没关系的，你随便了。就是我这个绕了一下，然后跟这个组合的方向。一高一低啊，或者一样高啊，或者怎么样都无所谓，根据自己的喜好就可以了。然后呢，就是缠绕的时候最好在这个缠绕线的上方一点点，这样子的话呢，就是不会让外面的线露在外面不好看。然后这根线的话呢，就当时留长的给它剪断好了，就往下绕。这里有小线头的话，记得要把它全部都绕进去。然后这里线的话，那个长度这样绕了一下就可以了。你感觉就随意把没关系，就是长短啊或者怎么样，给它夹到这个中间来，免得它脱落了。假如说是这里没有那个不能夹中间的话，打一点胶给它缠绕住就好了。这样子的话呢，两片叶子呢就做好了。然后就是这样子单片的话。就是单片的或者两片的，我们这样子做好了，叶子先这样做好了，放边上，然后继续呢就进行一个组装了。我们先介绍一下我们单片的组装就很简单，剪断。这里的话呢不用留长，大概2厘米也就够了，不用留长。好，拿出我们的线。这样子就是稍稍这样留一点点，然后跟它放一起，这样子放在一起，你手捏住这里，捏住这个顶部，然后在顶部这里先绕2圈，然后呢依次的往下绕，这样子依次的往下绕就可以了。我们绕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要匀称的往下绕，不要在同一个地方不停的绕，也不要就是把这个线圈有的地方没有绕进去，就是要这样匀称的往下绕。这样子的话呢，要慢慢来就可以了，绕的又好看，然后细致好看。然后这里有小线头的话，手稍稍往下这样捋一下，然后再继续。然后到这里空白的这个位置的话，有一个稍稍简单的方法，你可以这样一边旋转一边往下，然后这个叶子夹的位置根据自己的喜欢啦，就是你这样单片的叶子，你想要有的你想要接它下面一点，有的想上一点，或者是齐平或者怎么样可以，都是没关系的，就根据你自己的喜欢把这片叶子呢加上去就好了，高一点或者低一点，有的时候我想要让它高一点就高一点，低一点就低一点，就无所谓了。就把它叶子跟它一起缠绕上来。单个的话就很简单，我们就这样子往下一直往下绕就好了。胶枪胶到这里的时候，胶枪这里我又要给它打开了，因为等一下到最后的时候用胶呢给它固定一下。好，到这里的话呢，我们可以用旋转的方法了。
就是没有小细头的时候，这样旋转的方法会更快一点。大家自己看吧，反正绕线的话，你自己觉得怎么样方便，怎么样来都没关系。旋转方法还是也挺酸的，就是你不停的往下旋的时候，还是挺酸的，也没关系哈。最主要有接头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一下，就是让它这样子要很好看，就是它很就是依次的这样子往下绕，稍微弄紧一点会更好看。你感觉旋不动了，就是旋着旋还是比较酸的，旋不动的时候你就这样子绕线吧，绕过来也可以。然后你绕到最后还剩下一点的时候，这样子还剩下一点的时候，在这里涂一点胶，就稍稍涂一点胶，然后再依次往下绕，它胶呢，胶水跟它呢就在一起，然后呢最后剪断。剪断之后的话呢，我们再拿出这个胶枪，挤一点点，然后用它的余热在这里不停的旋转。这个是用胶枪，这样子它就固定住了。然后的话呢，这用掉把它关掉。如果用胶棒的话也没关系，用胶棒给它这里做底部的一个固定。然后这样子的话呢，我们这一个单头就是单支的那个迷你玫瑰，就做好了。这样子。我们接下去呢，就是这个多头的一个玫瑰。多头的玫瑰的话呢，这样子的上面的朵数的话呢，你有3根、4根或者5根、6根、7根，七个那个头呢都没关系，你自己的幸运数字随便组装就没关系的哈，随便你了。我现在用的是5朵。好，我们看一下所有的就是多朵的话呢，其余的话呢，就是把它这样子先缠绕好，叶子不要放，大概呢是1/2的位置，这样子1/2就是所有的那个这个长度的1/2，然后在这里做好这个先放边上，然后最后一个开始进行一个组装，然后剪断。跟单支一样，这个捏在这里。往下，我现在呢是挡了灯光了，你是不是发现跟之前突然之间光线有一点不一样了？因为天暗了，我挡了灯光了。好，我们往下缠绕，这里有小线头，给它稍稍往下捋。多头玫瑰的话呢，做很多放起来真的是会很好看。就是好，这样子做了之后呢，我们再继续往下，其余的这些枝头的话呢，我都已经缠绕好了，然后放在这里剪断了，等下把它呢加上来就好了。包括这个叶子，一片呢是这个样子，单片的，一片呢是2片的，我要把这些呢全部都组装在一起。然后呢，我们看一下，就是你现在的那个组装的那个怎么样的一个组装方法都没关系，反正我就把它全部绕在一起。好，我大概是绕了这里，大概绕了1/3的这个位置差不多的时候，我加上一个来，一个的话呢，我这一朵比它呢稍稍高上了。比第一朵这里的话呢，我稍稍比它高了1朵的，或者是这样子的一个高度，我这个稍微有一点点层次感。好，我这样子依次再往下绕，再往下绕。这里的话呢，我们距离比较短，所以我绕起来的话还是有一点点难度，就是这里会。没事，慢慢来好了。我现在因为就是你自己在绕的时候可能会好一点，稍稍往下绕了之后，我们可以把这2片叶子呢给它加上去，把这里的2片叶子
给它加上去。加上去的话呢，这个距离的话，你看自己的喜欢高一点或者矮一点都无所谓啦，就看你自己的喜欢就好了。没事，我就给它。我们加的时候都要注意一下，都加到缠绕线的上方，不要把这个铁丝露在外面，露在外面不好看。我要把它这2片呢给它加上来，再继续往下绕。好，我再继续要加玫瑰咯。这个缠绕了之后，我们绕的时候最好紧一点，然后拿出一支。这个一支的话呢，我现在大概呢跟我这个差不多就好了。你不要层次感，不用层次感太长太多。我现在的话就有一个高，其他4支的话呢是差不多高，就是跟它差不多高就好了。我就给它放在这里，差不多高就可以了。不用弄出很多的层次来。然后再绕一下的时候的话呢，可以再把花朵再加上1朵，再加到这边来好了，也差不多跟这里齐平或者稍稍略低一点点都没关系，差不多齐平好了，就差不多齐平的一个位置。当然啦，你在就是绕花束的时候，你有自己的方法都没关系哈。这个没有一个固定的一个要怎么样。绕了之后的话呢，我们把这一片叶子呢给它加上来。这个叶子的话，你感觉如果说你感觉这个叶子这样子的话，有点这样子，我们要有点矮的话，你可以给它这里再往上，这叶子再缠绕一下，让它再长一点也没关系哈。但是你想要这样子短一点也无所谓。就是看你自己的喜欢。假如说我感觉这里的叶子有一点点不够长，怎么办？我这里捏住它，或者是你把这个线先暂时那个，把这个呢，如果还有长度的话，你可以给它再绕一下，再绕一下，再绕一下下。当然，你为了就是这个叶子的长度。刚开始给它弄得长一点的话，会有更好的选择，就是长一点、矮一点都无所谓。好，这里不要松开了，我刚才做的。好，我把这片叶子加上去，加到这一边来，就给它加到这一边来，就稍稍要给它叶子要留在这里。好，我叶子加了之后的话呢，我要把这朵花，我要把这个加上来了，我要把这一朵加上来了。这一朵我是靠近这一边，差不多也是跟它们差不多齐平，上面差不多这样齐平，差不多就可以了。就这样子，给它放上来。放上来之后的话呢，我所有的多头玫瑰的话呢就组装好了，这样子，所有的都组装好了。就是你这里，我这里的话呢，就是不太好绕，因为我距离太那个了，离我们录视频的距离太近了，我就不好绕。但是我又想在你们的视线下把它完成。这里有小线头，给它往下捋一下。我们特别有小线头的时候，大家要注意一下，要把这些小线头呢给它出到里面去。你可以这样数，给它按住，一步一步的往下，速度慢一点没关系，一定要把它做精致。这样子，一定要把它做精致。等它这些小线头全部都弄完的时候，你可以用我们刚开始的那个旋转的办法。
好，我们这样子用旋转的方法可能会更方便一点。然后这里旋转的话，可能你有点重的时候，你把它全部都捏起来，捏成一团，然后这样可能更好旋一点。然后你旋的时候呢，就是垂直，花朵垂直向下，然后这个向上，然后你看一下，怎么样方便怎么样来都没关系。旋着旋着它又散开了，离心力的作用。好，把这个胶枪我要给它先预热一下，等一下有力，等它有。好累，你发现就是这样子卷线也是挺累的一件事。然后我们看最后给它。假如说到最后的时候，你感觉这个不平的话，你可以拿剪刀的话呢，把它的根部稍稍的修整一下都没关系，就修整一下，因为这个是很好剪的，普通的剪刀都能给它剪掉。好，我们到最后这里的时候，我们看一下，我们给它打一点胶，这里打一点胶。然后呢，给它往下，不用把它全部，记得这里不用全部到下面哈，我们就剩下一点，就这样子就好了。剩下一点点的时候，把它剪断，然后拿出胶棒来挤一点，然后沿着它的，不要太多，不需要太多，然后给它这样子胶，给它这样绕圈圈，给它固定住就好了。这样子的话呢，这个胶就起着保护这个细铁丝，不会戳到手，然后又防止这个线脱落。这样子的话呢，我们这个多头玫瑰的话呢就做好了。做好之后的话，你可以打理一下。其实你也不需要怎么打理，因为多头玫瑰的话，就是跟我们它是这样子有一种散漫的，就是随意的美，就是你随意的这样子给它组装起来，然后一大把放在一起的话，就会很漂亮，就是这样子给它组装起来就好了。我们层次感就是不需要太多，比如说这个一个一个下来没必要，我们就是这样子给它有一个高一点，然后其他是个差不多一个齐平的一个状态，然后我们等很多放在一起的话，任意的就好看了。好，我们就是一大束的时候呢，你也可以就是单支的放在一起，可以调整它的高度。比如说我们要做一大束的这样子的多头玫瑰，然后我们打花束的时候，我们这样单支的也放一点，你可以给它就是任意的高度调整一下，让它的层次感更丰富也是可以的。好啦，我现在的话呢，就是把这个单支的跟这个多头的放在一起讲解，大家的话呢，就是根据自己的喜欢来选择就可以了。你可以多头的做一点点，然后单头的做一点，然后放在一起就可以啦。如果是做点缀的话，只要单支的话，你就按照单支的做就好嘞。好啦，全部都介绍完了，祝大家呢都幸福快乐。有不懂的话呢，淘宝搜索一下米妈手作幸福编织来问我就可以啦。就这样吧，拜拜。